到了一个片荒的时候，不过在网上看到这部影片的评价还不错，获得了不少的国际奖项，而且是讲述的有关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问题的，这算是这类小众比较难得的影片了。排片很少，我看了这部影片，不出意料，加起来就3个观众，可惜了这部佳片。由此可见，此地的人们有多么的不待见教育中存在的典型问题，却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的话题都是围绕着所谓的教育，却不知道他们眼里所谓的教育，却正在成为一种恶魔，在不断的侵袭和伤害无辜的孩子们，成了幕后的杀手。今天我们要讲的电影就是《年少日记》。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的话，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回到本片，采取的是正序、倒叙和插叙，不过没有什么太多的悬疑，其实也基本上不需要。从我这个比较关注教育、研究教育问题的非主流教师来看，一看就十分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只是给我的一个小意外就是，我还以为是小杰在复述故事，原来是他的弟弟小俊。这也很合理，因为从影片的进程来看，小杰大概率是只能走那条路的。他的日记其实就是一部死亡日记，而且对照后来小俊遇到的遗书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给人最为震撼的一句话是：我在这个世界无足轻重，我走了以后也不会有多少人会记得我，即便是我的亲友们，最多也只是伤心一段时间，之后还是遗忘。本片从一个具有典型色彩的香港的富裕阶层的家庭故事展开，也结合了当下的学校霸凌的问题、学生的抑郁问题、自杀情节，确实的从一定的层面上揭露了为何会造成这些孩子走上绝路的原因所在。小杰和小俊是郑家的2个儿子，他们的父亲是那种典型的成功人士，十分的强势，在家里就是那种老爷的存在，还有严重的暴力倾向，不光是打妻子，也打孩子，坚持的是那种狼爸式的教育，功利性十分的明显，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了人中龙凤，走精英的道路。不过哥哥小杰是那种十分普通的孩子，根本就不能适应那种高压的学校教育，无论是学校成绩还是钢琴都学得不行，是那种典型的所谓的差生。反观他的弟弟小俊，却是别人眼中的孩子，不论是学校成绩还是钢琴学习上都是佼佼者，但其实这是他十分努力的成果。他不敢懈怠，因为他有小杰的遭遇作为参照，活得也很累，但是小杰天生善良和听话，后来靠着写日记来记录心事，有一个发泄和表达的渠道，也正是这部日记，才能让小俊真正的了解了他的哥哥的内心世界所感知和感触。影片比较真实的展现了遭遇了家庭暴力、缺失了父母亲情和关爱的孩子是一个怎样的心态。令人十分痛心的是，即便是小杰遭遇了这么糟糕的家庭教育，暴力的父亲和软弱的母亲不断的受到打压和伤害，虽然他十分的努力，每天都睡眠不足，但是为了迎合父母的期望，却徒劳的做着那些习题，弹奏着歌曲。他并没有能力去责怪自己的父母，而是更多的觉得自己无能和无用。他非常希望自己和弟弟一样的优秀，但是一个孩子真正走向绝路也是有个过程的。他其实也有过短暂的安慰和快乐的时刻。他最初的那个年轻的美女钢琴教师就很懂儿童教育，鼓励他成为他自己，能看到他的善良和真诚，也经常的宽慰和鼓励他。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急功近利的父亲切断了这个救命的稻草，这是逼他走向绝路的第一个原因。其实他们哥俩的感情还是不错的，毕竟是血浓于水，基本都是同龄的孩子，在一个家庭里成长起来的，也是很好的玩伴。但是由于父亲的高压，令他们没有太多的愉悦的家庭生活。自从上了小学之后，就很少有了一起出游的时刻。家庭的主旋律就是学习，成为优秀的孩子。但是由于父母的指向性和偏爱性太过明显，小俊也没有能力很好的宽慰小杰。最后在一次旅程之前，小杰遭遇了最后一次的打击，
留级之后的考试仍然不理想，决然地走向了绝路。不过这个时候的他们的父母还是没有能悔悟，对外宣称的是病故，也还是为了自己可怜的面子和虚荣心。但其实冷漠的人们都清楚是怎么回事。而后郑母忍受不了这种家庭生活和小杰离开的打击，终于舍弃小俊，一言不发地离开了这个像地狱的家庭。而小俊之后的成长也并没有像他父亲那样，也成了一个十分普通的学生，没有就读名校，后来算是承接了哥哥的遗愿，成了一位中学教师。想要成为那种能理解学生、关爱学生的好教师，不过他也并未能得到学生们的认可。只是在发生了遗书事件之后，他在寻找作者的过程中，逐步的了解了学生的心思，在学生高考离校的最后一刻，说出了肺腑之言，才得到了学生们的信任。最后的镜头展示的就是一名学生主动的和他联系交流，而之前的表面上很阳光的女班长也有过自残的行为。小俊老师和社工教师带着他去山顶呐喊，发泄了抑郁的情绪，缓解了心理的压力，也算是他做出帮助学生的第一步吧。而郑父直到人生的最后的阶段才幡然悔悟，反复的听着小杰的最后一支钢琴曲的录音，也唯一的哭了一场。而他和小俊的关系也一直很冷淡，没有太多的联系。而郑母在影片后期就再也没有出现了。郑父找了个年轻的女人陪伴到他人生的终点。其实照理来看，一家4口又有殷实的家底，本来应该是幸福满满的家庭。但是由于家庭教育理念的问题，郑父的过于强势和暴力，功利性心态，不懂教育，传统和保守，成了这个家庭悲剧的根源。而郑母一味的屈从、软弱，也从实质上支持丈夫的教育观，但是也没有真正的关爱自己的孩子，没有让孩子们得到应有的母爱，也同样是失职的。而小俊同样也成为了受害者，也没能过上真正幸福的生活。他一直活在家庭阴影里，不敢直视真实的自我。他后来也懊悔自己没能挽救小杰，自己也是杀手之一，然后也在遭遇了真爱之后，也没能敢于去承担家庭的责任，更没有做好当父亲的准备。可以说这种原生家庭对他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也一直怀疑导演其实设定小杰和小俊这2个孩子其实是一体的，是孩子的2个化身，可以同时同存在于一个人内在的。一个是所谓的笨孩子，一个是所谓的好孩子，一个决然的走向绝路，一个苟活于人世，但是也艰难的走出阴霾。这算是很多孩子们真实的写照了。好了，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欢迎点赞订阅，爱你们。